因应近年来飙涨的房价以及民怨，政府陆续实施了一系列以打炒房为目的的新政策，其中就包含了一连串的选择性信用管制。从2020年12月开始，一直到2022年12月，接连实施了4次的信用管制。保安可以让人打了又打，打了又打，打了又打。嘿嘿 ，bingo 答对了。于是，在今年6月15号，政府再度祭出了第5波信用管制，也就是俗称的限贷令，想要借此来钳制住资金过度流向不动产。那这一次的限贷令有什么重点？真的能起到打炒房作用吗？为什么刚公布的时候引起了换屋族的哀鸿遍野呢？今天阿忠就要来跟朋友们讲解限贷令。央行自2020年底至今，陆续实施了5波的信用管制，分别是2020年12月8号的第1波管制，2021年3月19号的第2波管制，2022年9月24号的第3波管制，2022年12月17号的第4波管制，以及今年6月15号的第5波管制，也就是大家俗称的限贷令。这一次的限贷令，这里直接做个总结，只要你目前没有背房贷，那这个限贷令就影响不到你。这里是房仲老师说，我们下次见。要先提这一个观念，是因为很多人其实都搞错了，以为央行说的第2户要限制贷款成数是指第2户房子，但是只要我们到央行的官网上去看它的原文，就可以看到这一段话。也就是说，即使你名下已经有一间房了，但是房贷已经缴清了，你身上也没有背任何的房贷，那就不在央行限制第2户房贷的范围。有了这个观念以后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限贷令的重点。限贷令的重点，也就是自然人在6都加上新竹县市要申请第2间的房贷，最高的贷款成数限缩到70%，而且没有宽限期。那自然人买第3户以上的贷款成数上限是40%，至于公司法人贷款成数的上限也是40%，购买高价住宅40%，建商余屋贷款40%。央行这一次的限贷令，主要是考量到不动产贷款占总放款比例仍然相当高，第2笔购屋贷款的比重增加，以及平均贷款成数上升，于是透过俗称抽银根的方式，要来打击炒房行为，也避免资金过度流向不动产，进而导致泡沫化。并且央行也是很凶啊，6月15号开记者会发布消息，6月16号就马上实施。不过实施后马上就遇到不小的反弹，先买后卖的换屋族那是哀鸿遍野，因为这些换屋族原本是预计可以贷到80%，但是现在突然多出了1成的资金缺口。以一间1000万的房子来说，那就是要临时去生出100万的现金，不止没办法买，也没办法卖了。于是央行在7月10号又接着宣布了配套措施，简单来说就是，只要你和银行切结，在第2户的贷款拨款后1年之内，将第1户的贷款做清偿，那就不必受到上限70%的限制。不过要注意的是，如果是要将第1户房子卖掉来做清偿，你得要完成版权移转登记、清偿债务、涂销第1户的抵押权，并且不得以转贷的方式来规避。央行还说了，如果有违反切结事项，那不止这笔成数的差额会被收回，还会加收违约金。那讲到了一买一卖，就会想到重购退税。不过因为篇幅的关系，关于重购退税，我会再做一集影片来专门讲解。这里阿忠也整理出几个大家比较常问的。第一，如果我的第1户房贷是厂办，不是住宅，也会受到限制吗？会，即使你的担保品的权状上面用途写的不是住字样，只要你的第1户房贷的名目是购置不动产，那也一样会受到限贷令的管制。第二，如果我的第1户房贷是在6都加新竹以外的地区，现在我要在6都加新竹以内的地区买房子，会受到限制吗？会。央行的重点就是要阻止资金过度流向这些地区。第三，那如果第1户是在6都加新竹以内的地区，现在我要在以外的地区买房子，会受到限制吗？不会，因为资金不会流向6都加新竹。第四，贷款成数不足的部分，我可以以其他的方式来补足差额吗？不行，不管是信贷、周转金，任何的名目都不行，最多就是借得到70%。第五，新青安和限贷令的关系。如果你是刚看完新青安的影片才过来的朋友，还没看过，赶快先去看。你现在可能会有一个疑问，
新青安说上限可以再到80%，这个限贷令又说上限是70%，那我使用新青安的时候会受到限贷令的影响吗？非常好。我们先看限贷令，重点是第二户房贷，所以如果你是名下没有房子，但是有帮忙背房贷，照理说是符合新青安的条件，但是也会受到限贷令的限制。不过央行却在官网上直接一言以蔽之，否，也就是说贷款成数和宽限期都是比照新青安的方式。总结来说，这一次的限贷令的重点就是在6都加新竹的第二户房贷上限就是70%，只要你目前没有背房贷，那这个限贷令就影响不到你。如果你是先买后卖的换屋族，那就要和银行切结，你会在第二户房贷下来后的1年之内把第一户房贷清偿涂销。另外，如果你要申办新青安贷款，是不受限贷令的限制。以上就是关于这次限贷令的讲解。买卖房子是人生大事，千万不要乱缴学费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祝福你买卖房子一路顺遂。如果今天这集影片有帮助到你，请帮我按赞并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限贷令。如果想要看比较日常的内容，可以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。如果有房地产的问题想要咨询，欢迎加入我们的 Line。如果对其他主题有兴趣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告诉我们。这里是房仲老实说，我们下次见。